我们结婚啦！请88号到窗口办理。直男，快到我们了。顾姐，就这么迫不及待想嫁给裴哥？我们昨天就打赌，你不仅没发现，还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。你太粘人了，不治治你，以后怕是分不清大小王了。我裴家的少夫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女士，我们还有15分钟下班，要重新领号得抓紧了。听见没？连工作人员都看出你着急了，赶紧去重新领号啊！万一裴哥反悔了呢？10分钟内带着户口本到民政局，我就跟你领证。顾明书，别无理取闹，这次领不了就下次，别给我甩脸色。我无理取闹？昨天是谁退的号？是谁瞒着我快过号了才告诉我？你们全知道，只瞒着我一个人，反倒是我无理取闹。上个月谁把我的生日礼物藏进酒吧储物柜，让我找了3个小时。裴哥，你把3周年的礼物藏起来好不好？都依你。3周年纪念日，谁改成兄弟聚会，让我一个人守着冷菜等到半夜？裴哥，你还不回去？嫂子不会着急吧？管他做什么，亲一个宝宝。春节，又是谁报假航班让我守到凌晨？明叔，我今晚的航班记得来接我。裴哥，大年夜就别回去了，陪陪人家嘛。小馋猫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至于像审犯人一样？今天大家高高兴兴陪我们来，你非要翻旧账。高高兴兴来是看我们结婚，还是看我笑话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嫂子，没那么严重，裴哥只是想试试你，谁让你平时那么粘人，连喜糖都天天确认，这么怕嫁不出吗？你也得改改你这毛病，要不是搞你好玩，我们也不会一次次逗你。我把这些当成在乎，在他眼里不过是把我当狗一样玩。你们敢这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判准了裴世南根本不在乎我吗？明叔，对不起，我以为10分钟后重新取号就行。裴世南说肯定能领成，我才跟他们玩的。道歉我听到了，但我不原谅。刚出仓储中心，9分钟到。记录裴家少夫人退号后的嘴硬时刻。拿开！行了，别太过分。拍着玩嘛，又不发出去。还得是裴哥，嫂子火气该消了吧？哎，裴哥，你到底怎么拿捏嫂子的？他最多气3小时，晚上照样问我吃饭，鲍鱼里等到凌晨，还问我冷不冷，所以他舍不得真跟我闹。本中心将在10分钟后停止取号。今天来不及就明天，别硬耗着，给自己留点体面。裴哥都答应了，改改毛病，裴太太的位置还是你的。停车场堵住了，正在绕行。心事藏进视野里，反复拉扯自己，忘了最初的勇气。叔叔，领证顺利吗？妈炖了你最爱吃的排骨，汤里没放香菜，你们早点办完回来吃饭。妈，我这边还没结束，是不是妈挑的日子不好？石楠不满意，我马上重新选，你们别吵架。不是日子的问题。妈，饭别热了，你先吃。回不来也没关系，饭菜可以一直热，别扫了石楠朋友的兴。阿姨，
我是石楠，叔叔闹脾气呢，中午过不去了，下次我再登门赔罪。顾家老太太真是用心良苦啊！为了把女儿塞进裴家，一个死守大厅，一个死守饭桌，拿剩饭装可怜都用上了。赵卓，别说了，顾阿姨平时待我们挺好的。对我们好还不是为了攀高枝？卖女儿卖到这份上，真狗屁！你给我闭嘴！再敢说我妈一句，我立马报警，查你手机里的偷拍视频。顾明书，你闹够没有？为了几句玩笑，你要报警抓我兄弟？行了，别把退号的事告诉你妈，省得老人瞎操心。改天我自然会去陪罪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他的体贴永远建立在掩饰我的委屈上。不急，菜在锅里热着，妈妈慢慢等。放心，我中午会准时带你女婿回家的。裴哥，饿死了，吃日料去。走吧，明天我亲自陪你重新排队，该有的仪式感一样不少。我妈做了一桌饭，我们说好领完证一起回去吃。她早上6点就在准备。让你妈先等着，反正都热了那么多遍，也不在乎多等会儿。今天证又没领成，回去有什么意义？你能不能留下10分钟，把今天该办的事办完？非要今天，非要逼我丢下所有人陪你。嫂子满脑子都是嫁人，裴哥都答应明天娶了，还怕今晚跑了？明叔，我留下陪你吧。别惯着他，晾他几分钟，他自己就追过来了。这几年哪次不是这样？我叫了网约车，12点10分在门口等你。别犟了，过来一起吃饭。猜顾大小姐几分钟后出现，最多5分钟。她那么急着当裴太太，闹够了就过了。顾明书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没有人逼你。没有。别用我来报复他，不值得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接受了联姻方案，选择了你。我在窗前捧着书本茶点，我总是失望，对于自己和明天。灯光下的微要不要先保密？不用。持证上岗，带我先生回家吃饭。石楠，流程确认了吗？喜糖确认了吗？今天一定要娶我！不要过去讲个讲。嫂子怎么领到证了？这绝对是 P 的，顾明书怎么可能10分钟内找个人结婚？就是啊，他刚才还在民政局求裴哥留下呢。你们看，这钢印都糊了，就是网上找的模板，故意气裴哥，想让裴哥去哄他。顾明书，你真有种！裴哥别急，你越急他越得意。他跟你3年，哪次真走过？照片是真的。什么真的？那个人是周慈。3年前周家和顾家联姻，明书差点就嫁给他。他一直喜欢明书，
裴哥，你干嘛去？现在跑去不就正好被他拿捏了？滚开！去民政局。刚才有没有一对姓顾和姓周的过来登记？抱歉，先生，个人隐私我们不能透露，而且我们已经下班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……闭嘴！这真的领了。车停在前面，我走。顾明书，有事。过来。顾明书，过来。裴先生，请离我太太远一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顾明书的丈夫。这是我和我太太。你疯了！帮着外人打裴哥！外人？周慈是我丈夫，你们才是外人。明书，你打我那是玩笑，我没想过不娶你，我连明天的时间都空出来了。我只是想让你改改脾气，别什么都围着我转。玩笑？被开玩笑的人笑了，才算玩笑。我不觉得好笑。裴先生，他已婚了，请自重。你闭嘴！别碰他，他不过是拿你撒气。等裴哥哄两句，他转头就得跟你离。这3年他像个跟班一样追着裴哥跑，你娶她不过是捡人不要的，你还敢打我？这巴掌是教你学怎么跟我丈夫说话。以前忍你是怕裴石南难做，从今天起敢拿我和我家人开玩笑，我直接让律师找你。再敢碰他一下，我立刻报警。裴哥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打你兄弟，还当面嫁给别人？对啊，裴哥，今天咱们还不是为了帮你治治他？就是退号也是你同意的，现在出事了全赖我们。带着我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付账接人，替你们收拾烂摊子？喝醉吐脏了车，我凌晨找人洗，拿我的生日礼物下注输了，让我买单。退号谁提的？拿他妈妈开玩笑是谁说的？裴石南，装什么情圣？要不是你总说顾明书离不开你，谁敢这么玩他？哼，人底线跑了，你把锅甩给我们，本来就是你的主意，你以前也没说不行。明书，对不起。道歉我听到了，我不接受。明书，我真的没想害你，我以为最后肯定能领成，所以你们就故意退号，等着看我着急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。以后别联系了。走就走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请你们自重，不要再纠缠。明书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以前是我错了。裴石南，我们结束了，以后见面请叫我周太太。如果今天我没走，你还会嫁给他吗？你不退号，就不会有后面的事。可号是你亲手推的。我自己来吧。别动。周太太，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？你要是不习惯，我以后少说。不，我很习惯，那就多叫几声，让我慢慢适应。原来真正爱一个人是舍不得让我尴尬的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路过商场顺手买的，第一次见长辈，总不能空手。只是没想到用得这么快。石南，你们终于……妈，我是周慈，让您久等了。这伤是怎么回事啊？裴石南打的。他凭什么打我女婿？我这就报警。妈，已经处理过了。今天我第一次登门，不想因为他扫了大家的兴。这菜是按裴石南口味做的，不配摆在你们面前，我倒了他。妈，这桌菜是您懂我们的心意。明叔爱吃什么，我以后会慢慢记，不该因为别人被糟蹋。这是叔叔最爱吃的酒酿排骨，周家那边会不会为难你？3年虽仓促，我家里有状子决定的。妈，您可以慢慢看。里面是茶叶和丝巾，不能让周家觉得我们不懂礼数。妈，不用这么急。妈，您别紧张，周家没那么多规矩，礼物我先收下。那叔叔今晚住家里，还是去你那边？刚才只顾着决裂，没想过今晚怎么过。都可以，想住家里我每天来接也行，想去婚房两边轮流住，都听他的。可总住娘家，你家里会不会不高兴？婚姻不是让他去周家受规矩，我们是重新组建一个家。
方便的话。当然方便。妈，我们先走了。晚上降温，别冻着。放心，我会提醒他穿。你不用每件事都做得这么周到。给你带来压力了？有一点不太习惯。好，但提醒穿外套这事我得保留。为什么？第一天上岗不能失职。不用这么客气。不是客气，是习惯。如果尺码不合脚，明天再换。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我爱你这个秘密，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，猜测我太过容易，还是瞒不过你，所以爱你。衣帽间和书房都给你留了位置，如果不喜欢现在的布置，可以全部改掉。这些是今天让人准备的？不是。3年前谈联姻时，这套房子就做过婚房方案，后来没有用上，我也没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太浓的香？3年前见面，你母亲提过你闻到重香水会头疼。那么不起眼的一句话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，他却记了3年。还有这个，你什么时候写的？下午你去拿外套的时候，怕你今晚过来会不方便。那你今天怎么会刚好带着户口本？公司有股权变更，我上午刚回老宅取了证件，你发消息时我刚出来。所以是巧合，那我今晚先住客房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周太太，欢迎回家。明叔，这个我本来想昨天领完证给你的。昨天就准备好的戒指，为什么今天上午才取？我只是没来得及。裴世南，别再骗我了。你只是发现我真嫁给了别人，才急着证明自己想娶我。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可我了解你，你胃不好不能吃冷，怕冷不吃香菜。周慈认识你几天，他根本不了解你。你知道我胃不好，每次你朋友改约夜宵烧烤，却让我别扫兴。知道不代表在乎。楼道风大，先穿上。温水，刚买的。周慈，你故意做给我看。裴先生，我照顾我太太，不需要做给任何人看。太太叫得到顺口，因为这是事实。这个你自己处理。明叔，我们谈谈。他不想谈。明叔，你连一句道歉都不肯听。我听过了，但机会早就被你用完了。要不要我让人把地上的东西送上来？不用，不重要的东西不值得搬第2次。好。吵醒你了？没有，你早上平时吃这些？我平时喝咖啡，但你胃不好，早上还是吃点热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胃不好？昨天听你和妈提过，还有裴世南在楼下说的。既然知道了，总得用上。裴世南知道3年的妥协，周慈刚知道1天，就端上了热粥。太太，先生让我问问您平时的忌口。叫我明叔就吧。按他舒服的来。明叔，你不吃香菜对吗？辣的和海鲜呢？香菜和冰饮都不要。排骨喜欢酒酿口，汤别太油，鱼不要放太多葱姜。这也是昨天记下的。妈说酒酿排骨你最爱吃，至于鱼，昨天我看你吃饭时挑出了姜片。他连这种细节都注意到了。我接个工作电话可以吗？当然。先生平时忙得很，从不在家吃这么久早餐。昨晚他特意发信息叮嘱，早餐务必清淡，千万别放香菜。辛苦您了，阿姨。吃饱了吗？吃不下就别勉强。都吃完是也要记，很好吃。明天再问我不就鸡蛋？怕忘了也行，但我想少让你重复几次。妈打来的，想请你晚上回老宅吃顿便饭，她想亲自问你的意思。妈，明叔，今晚方便吗？就家里人吃个便饭。
你要是累了，改天也行。方便的，妈。紧张？有一点。我妈很好相处。谁紧张了？我只是在想今晚穿什么。明叔啊，你们这证领的太突然，外面说的可不好听。以后和裴家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表婶，我和明叔的婚事不需要用裴家来衡量。我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毕竟跟了裴家3年，圈里人总会问。大家问是大家没有分寸，周家给的是体面，不是压力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那就吃饭吧。今天是家宴，不是问话。你去看看你爸留的文件，我和明叔单独聊聊。我明白。今天桌上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不需要明白他们，你只需明白我和周慈不会让你在周家受委屈。明叔，你是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我不是为了报复谁才嫁进来，我会认真对待周慈，认真对待这段婚姻，这就够了。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她问我想清楚没有。你怎么答的？我说我会认真对待你。我听见了。明叔今天表现很好，倒是你表婶那张嘴，以后少让他在明叔面前晃。你跟妈说实话，今天领证，你是不是被赶鸭子上架？我不是。3年前2家谈联姻，我就认真考虑过和明叔结婚。后来他有了选择，我才退出。可他刚从一段糟糕的关系里出来，你别拿你所谓的深情去逼他。我明白，我不会要求他立刻回应，也不会让他觉得亏欠我，是他亲口告诉我，这是他的选择。好，顾太太这几年为女儿也不容易，别让人觉得闺女嫁进来就远了。改天请她到家里坐坐。我会安排。你3年前就认真考虑过？为什么没告诉我？那时候你已经选择了裴世南，再说这些不合适。那今天领证，你真的没有觉得突然？突然，但不为难。你不用因为听见这些就有压力。我告诉你这些，不是想让你补偿我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不是临时被我抓来的新娘。过去3年，裴世南总是嫌我粘人倒贴，好像我的周慈这里我是被珍视的。你妈妈让你别逼我，你真的不觉得委屈吗？万一我不会很快……我们才结婚第2天，我反而会觉得你在勉强自己。我想要的是一起生活，不是趁虚而入。你可以慢慢了解我，判断这段婚姻值不值得。如果我判断的很慢呢？那就慢一点，我不赶时间。吵到你了？没有，我只是睡不着，出来倒杯水。周子，喝热水还是温牛奶？你不用这样，每件事都迁就我。睡不着的时候空腹喝水，胃容易难受。这不是迁就，你睡不着，我刚好醒着，顺手而已。可你还有工作。会议可以等5分钟。那是留给阿姨看的。那这个周慈代补充呢？公平一点，你也可以记录我的习惯。那你有什么喜好？黑咖啡，早上不太爱说话，还有什么？如果你晚上睡不着，可以叫我，不说话也行，我陪你坐会儿。黑咖啡，便利贴上写的。谢谢。明天早上你想吃什么？如果不麻烦，鸡蛋三明治。好。顾明叔，今天这样就很好。那明天继续。周慈，妈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为难你。妈，您尽管问。叔叔和裴世南那3年受了太多委屈，你那天赶去民政局，妈感激你。妈，明叔不是烂摊子，他不是谁不要的人，更不是我勉强接住的人。去民政局前，我问过他，他说不是为了报复，是选择我。
可他那时候刚受了刺激，如果他很久都走不出去呢？那就很久。婚姻不是只挑轻松的时候过，他既然选择了我，我就该担起做丈夫的责任。周家呢？你家里真不介意他和裴世南的过去？周家3年前就认可他，外我保证他在周家不会被任何人审判。你说的好听，妈也愿意信。以后你记得让他吃热饭，天冷加衣，晚上他睡不着时别嫌他烦。这些我能做到。回来了，汤刚好。叔叔，以后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，你现在有家了。妈说的对，你也一样，别光说他，你们2个人都别逞强。听您的。顾总，周先生来了。你想先骂人，还是先处理？先处理。好。链接别删，截图录屏，保存发布时间，做证据保全。视频是赵卓拍的，我知道，他当天说拍着玩不发出去。他们就站在我左侧，陶可也在旁边。这属于偷拍和恶意剪辑，我们可以报警，也可以发律师函。如果闹大了，会不会对周家有影响？顾明说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麻烦，视频里被造谣的是你，被牵连的是我和周家。既然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出了事，裴世南总让我牺牲你，但周四选择和我站在一起。你想公开回应吗？想，但不是现在。我们要等证据固定，让他们没有任何狡辩的余地。下午的会能推吗？能。那我们去律师事务所，不是躲避，是准备反击。陈律师，婚姻登记处的监控能调出来吗？私下调取不合规，公开使用更是违法，除非正式立案后由警方调取。按流程来，需要报警就报警，需要公证就公证，所有证据必须合法。赵卓拍我时，我明确挡过镜头。裴世南在旁边默认了，还有退号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。我闺蜜陶可当众展示了退号界面。登记系统里应该有取号退号的方式记录，我当天赶过去的位置共享和语音也可以作为补充证据。顾女士，如果后续要公开澄清，我建议用最冰冷的时间线和证据说话，越清晰越有力量。我明白。还好，只是觉得以前我太蠢了。以前我总怕事情闹大，怕裴世南难堪，怕我妈担心，所以我一次次忍耐，自己把委屈压下去。以后不用压。他消息倒挺快。接吗？接，看免提。周慈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找律师吓唬我？赵姐，从现在起，我建议你谨慎发言。我拍个视频怎么了？顾明书做得出，还怕别人看？这句话我会让律师记入案卷。正式函件很快送达，我们法庭见。要我陪你过去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你留在车里。好，有事叫我。明叔，赵卓的视频是他私自备份的，我这有退号前他们的群聊记录，还有赵卓打赌要拍你崩溃样子的截图。为什么现在才拿来？我以为只是个玩笑，我以为裴世南最后肯定会娶你的。所以你明知我有多重视那天，也明知我妈在家做好饭等着，还是配合他们退了号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求你原谅，我发给你，我都保存了，我也愿意作证。陶可，你知道我最需要你说知话是什么时候吗？登记处大厅。对，那时候他们围着笑我，赵卓拿镜头怼我的脸，辱骂我妈，你站在那，什么都知道。我怕他们说我扫兴，也怕裴世南不高兴，可我很难受。证据我收下了，谢谢你说真话，但我们回不去了。明叔，我不是因为你犯一次错就不要这段友情，是因为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你选择站在看戏的人群里。拿到证据了。证据够了。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他了。那就不见。顾明书被退号的表情肯定好玩，到时候全录下来。裴哥，真怕他翻脸啊！他翻不了多久，别耽误最后领证就行。你说，不想听就别听了。不，放完他。他妈不就是想带女儿进裴家？我说错了。
老太婆活该。原来在我不在场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样作践我和我妈妈的。顾女士，有这些音频，我们足够要求对方公开道歉并赔偿。澄清视频里要放陶可的名字吗？不放，他做错了，但我不需要靠毁掉他来证明我受过伤害。确定？确定。我能见你一面吗？最后一次。不必了，恨太费力了，你不配。你想回就回。已经处理干净了。那走吧。我以前以为朋友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能回头。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修补，断掉不舒服的关系也是在保护自己。今晚想喝汤？好，回家让阿姨炖。视频是不是你发的？裴哥，你真让周慈告我？是我又怎样？我又没编。他顾明书是不是当天转嫁了周慈？你把前因后果全部剪了。我没让你偷拍他。前一不就是你退号吗？现在想装无辜，退号是不是你的？你不是说你想支持他吗？可你也没拦着，当时你就在旁边，你真服他，怎么不让我删视频？赵卓，还有他妈那事，以前我也是玩，你什么时候说过不行？现在他嫁了别人，你当起好人来了。公开道歉，删除视频。凭什么？他扇了我2巴掌，我还要给他道歉？陶可把群聊记录交出去了，你以前说过什么，全成了铁证。陶可疯了，给他卖我们！这事情还没闹大，按律师函说的做。裴世南，别忘了是你以前说他离不开，你说他没底线，我们不过是顺着你玩。现在他不回头了，你想把锅全甩我身上？要道歉你先道歉，退号的主意是你出的。以前我觉得这是事实，现在才明白，我的自以为是成了他们伤害他的底气。赵总，法务让您先别公开回应。周慈算什么东西？我拍的是事实，他要告就告。赵总，这官司不能打，对方的证据链太完整了，视频、群聊记录，甚至语音证据。我发的不是事实吗？他确实退完号就转嫁周慈了。但您剪掉了退号和辱骂的部分，配上引导性文字，这在法律上叫恶意引导。周家这次是动真格的。律师函已送达，对方大概率会要求私下和解。如果他删了视频却不公开道歉呢？不建议接受，这起不到恢复名誉的作用。你说你怎么讲？他不公开道歉，我就不妥协。他怎么发的视频，就怎么把真相说清楚。另外，如果能拿到赔偿款，全部捐给女性法律援助项目。好。周慈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，非要闹这么难看吗？偷拍视频时，赵先生没觉得难看。我他妈可以删了视频。删除只是第一步，公开道歉少不了。别太过分！你这么护着他，知道他以前为了裴世南做到什么地步吗？我知道他曾经真心待人，也知道你们这群人如何践踏他的真心，不接受私下讲和。给明叔道歉。你命令我，视频是我发的，退号可是你提的。赵卓，别逼我。别装了！顾明书生日礼物被藏，机场等天亮，你哪次翻过脸？他妈被我说成卖女儿，你第一反应不是护我？你现在逼我道歉是怕他恨你，可他不回头，跟我道不道歉有半毛钱关系。辱骂他母亲，偷拍视频，是你自己的决定。那你呢？你干净吗？要不是你当着我们面作践他，我们敢跟着玩？周慈已经全权接手，证据链极完整，而我作为始作俑者，根本没资格插手。裴先生，赵卓那边我会让他道歉，他该承担的法律责任，谁求情也没有。不是求情，明叔他还好吗？他很好。周慈，如果真的觉得愧疚，就别再打扰他。你最该做的是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部分。澄清文档我改了3遍，你看看。很清楚。会不会显得太冷静了？冷静很好，你不是求他们同情，你是在陈述事实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周慈，这句话有些重了。不喜欢？那我以后少发这种。
没有，挺好的。尊重2个字，我等了3年。我想再看一眼。顾明书，真相已经放出去了，剩下的是律师的事，你不需要盯着每一句评论来证明自己。好，今天怎么有这个？你前天说想吃，我听到了。那些铺天盖地的恶意终于过去了。出来了，赵卓顶不住家里的压力，发了公开道歉声明。不是他良心发现，是他家里的合作项目被卡了吧？你觉得够吗？这要看他后面怎么做。不接受私下和解。公开删除和澄清必须彻底执行，赔偿金我1分不要，全捐给女性法律援助项目。等款项到账后，把捐赠凭证公开，一切透明处理。好，听你的。想回应吗？关于裴世南，不想。他该面对的惩罚，不该由我追着去要。叔叔，那个赵卓真的公开道歉了，他提我了吗？提了，3年致歉了。提了也不原谅。周慈在你身边吗？让他接电话。妈，周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明天带叔叔回家吃饭，妈给你们做酒酿排骨。好，我们一定过去。明天回妈家吃排骨，那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？突然也想吃酒酿排骨了。你不会是要现学吧？先看步骤。阿姨会做，你不用这么折腾。我知道，但我总得学会。为什么非要自己学？因为你喜欢。明叔，帮我拿一下第2层的蓝色文件夹。顾明书，偏好清淡口，闻重香会头痛。顾母极重视女儿婚姻，拜访需避开过度商业化礼品。你看见了，3年前准备的联姻资料。这是什么？里面有婚房方案，还有你们家人的喜好。你3年前就准备的这么认真？联姻不是儿戏，我如果同意，就该认真考虑以后怎么生活。只是后来你遇到了裴世南。3年前你就这么看我？那次2家吃饭，你紧滴血糖，你一边安抚他一边。那时候我觉得你比任何谈条件的人都更适合共度一生。只是适合。那时候就说喜欢，会显得太冒犯。那这3年你是在等我吗？我没资格要求你回头，所以谈不上等。只是这3年确实没遇到更想结婚的人。这个先放在我这里吧。什么？我想慢慢看完。好。这里没有一句热烈的情话，却字字写满了他3年前就想与我共度余生的认真。周慈，这3年里，你为什么一次都没联系过我？因为你选择了裴世南。只是这样，这就够了。你有了男朋友，我再出现，无论说什么都会变成打扰。你不会觉得不甘心吗？有一点，但不甘心不能成为打扰你的借口。其实我那3年过得不太好，每次我觉得裴世南是在意我的时候，他又会纵着朋友开我的玩笑，我总怀疑是自己太敏感。关系里最伤人的，就是把伤害伪装成亲近。你能走出来已经很好，过去不该用来惩罚现在的你。你说话总是这么稳。也不总是。领证那天停车场堵车的时候，你说10分钟到，导航显示需要11分钟，我当时急坏了。那你最后是怎么做到9分钟的？绕了小路，还差点被保安拦住。我第一次觉得我那辆商务车不适合抢时间。周慈，以后如果我哪里做得很差，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？我以前习惯了先去迎合别人，憋久了什么都自己扛。可以，我也希望你一样，直接说，不要因为我是周慈，或者因为我帮过你，就把委屈吞下去。夫妻之间把话说明白，比假装没事更重要。那我现在的线瞬间放松，我现在就说一句。你说。你昨天早上做的鸡蛋三明治，沙拉酱放的有点多。收到，明天早上少放。真正的亲密，大概就是从这份沙拉酱放多了的三明治开始的吧。
这是我们的婚礼安排，或者你不想张扬，只办家宴也可以。周家需要这个交代吗？周家当然重视，但要不要办，首先得看你想不想。我不希望你因为领证那天的事情，觉得这段婚姻需要藏起来，更不希望你为了周家的面子，勉强自己站到人前。如果我选择家宴呢？那就听你的，只办家宴。如果我什么都不想办呢？也可以，证领了，不靠仪式来证明。你连这个都写进去了？婚宴上总该有一道你真正爱吃的菜。你准备了多久？赵卓事件结束后开始的，之前没说，是怕你心里还没准备好。你总是把选择权交给我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婚礼，也是你的。所以我已经把我的想法写进方案了，剩下的你来挑。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。叔叔，你跟周慈聊婚礼了，你自己想办吗？妈，我还没想好。那就慢慢想。周家要是逼你办，周慈没逼我，他把方案都做好了，全看我喜好。那就好，别为了任何人的面子将就，也别委屈了自己。周慈，我想办婚礼。你确定？是自己想办，还是怕周家没面子？是我想办。领证那天确实难堪，一开始想到婚礼，我就会想到民政局那些绩效，但我想明白了，难堪的是他们，不是我。我和你领证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不想因为过去的狼狈，把现在的幸福藏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办婚礼，你来划，任何不想见到的人全部删掉。这些人我不想在婚礼上看见。好，我让人重新核对，一个都不准进。周太太，关于婚礼细节，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不要强捧花，不要当众起哄，也不要让人讲尴尬的玩笑。敬酒流程精简，明书不需要逐桌印，他不喜欢被人围着。周先生考虑的太细心了。叔叔，裴家那边没请吧？没请，都删了。后悔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把那些名字划掉后，名单干净多了。那就从干净的名单开始。顾小姐以前和裴家也看过婚礼方案吧？我听朋友提过。麻烦请你们经理过来。客人的隐私不是闲聊的谈资，我不需要夸张道歉，也不用让他当众难堪。换服务人员，流程继续。是，周先生，对不起。小张，你先下去。其实不用这么严肃。你刚才是不是又想说没关系？你可以打赌，但在你开口前，我必须替你把不该有的冒犯全部挡掉。谢谢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不好看吗？不，很适合你。就这样。如果说的太夸张，会不会显得我不稳重？周先生，现在你可以稍微不老重一点。很好看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。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试试这个。吹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紧不紧？硌手吗？不紧，刚刚好。
裴世南那枚戒指是一场迟到且慌乱的补救，而周慈的这一枚是被认真对待、稳稳落下的余生承诺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就要这款。想去吃点什么？想吃甜品。婚纱刚订完就吃甜品，你介意吗？当然不。婚礼是为了让你高兴，不是为了让你挨饿。原来，真正走向婚姻，是每个选择都变成我喜欢的样子。别藏了，让我看看。一些无聊的信息没必要看。周阿姨都点我名字了，说我既然是周家人，就不用避着。婚礼办得这么高调，不太好吧？明叔之前跟裴家闹得沸沸扬扬，外面难免有些闲话。对呀，领证当天的事儿刚过去，现在大办，别人少不得要议论。周家接了裴家的烂摊子。第一，明叔不是烂摊子，她是我认下的儿媳。第二，婚礼是周家的喜事，不是给任何人审判我儿媳的场合。第三，谁要是觉得来参加婚礼委屈，提前告诉我，我让人把请柬收回来。真正为他着想，就尊重他的妻子，以后别打着为他好的旗号，在这儿兴风作浪，让新娘子难堪。妈平时不太说重话吧？会不会让她跟亲戚闹得不愉快？不会，她能这么说，就说明她早想好了。你嫁给我，不是来通过这些亲戚审核的。你们母子说话真像，都很会把话说的让人没法接。明叔，别因这些人不快，有事就说。嫁入周家不是让你学会隐忍。这几个人删吗？先不删，如果婚礼当天他们还不知分寸，再当场处理。以前我总怕别人不喜欢我，现在发现有些人不喜欢我真的一点都没关系。周太太越来越不好欺负了。不是不好欺负，是终于不用为了被接纳而假装好欺负。那就继续这样。如果裴氏非要调整付款周期，那就按备用方案做。不用向他们妥协。周氏不缺这个合作方。怎么还没睡？裴氏在合作项目上对你施压了。你听到了？他们是不是想拿合作案要挟你，让我们的婚礼低调处理？裴家好面子，裴世南退号的事情闹得太大，他们拿付款周期和资源卡我们，表面是商战，实际是想施压。周慈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顾明书，看着我，是因为裴世南犯了错，不是因为你，你不需要道歉。这件事既然因我而起，我不想当个局外人。你之前说夫妻之间要把话说明白。好，我不是存心瞒你，我只是不想你太累。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仓储节点和区域配送资源，如果裴氏退出，短期内我们需要补上2个合作缺口。顾家和恒远物流还有合作吗？恒远，你认识恒远物流的老板？我爸以前和他们老板有交情，后来我接管公司供应链时，对他们的华东线路很熟。我可以先约他们聊聊，不保证一定成，但至少是个突破口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看。一起。周氏商业决策，绝不以委屈我妻子为代价。你在会议上就这么跟股东说的？
股东们没有意见吗？有，所以我提出了备用合作方案。周氏会承担部分短期损失，但绝不会向裴家妥协。这些备用公司资质虽好，但物流覆盖面还差一点。华东线可以用恒远，冷链可以用安捷。你都帮我查好了？我昨晚已经给恒远的宋总发了消息，约了明天下午见面。安捷那边我待会联系。明叔，我真的不想让你卷进这些麻烦里。我已经卷进来了，从裴家拿项目施压那刻起，这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。周太太辛苦。别只是口头感谢，明天下午你陪我一起去见宋总。好，一定去。裴家项目施压的事，我会去阻止。对不起，又让你受牵连。不回吗？不回。裴氏的事儿是他和他的家族要去解决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今天到这，还差一点就做完了。明天再看。并肩不是让你一起熬坏身体。周总管理挺严格啊。对合作伙伴严，对太太。对太太怎么了？更严，必须按时睡觉。行，听周指挥挥。明叔，上回见你，还是你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一转眼都结婚了。宋叔叔好，今天来不只是叙旧，更是谈项目。周总亲自大驾光临，这项目怕是不小。今天主要听明叔介绍。明叔，你对供应链这块很熟。恒远的仓储节点最稳，但冷链比例低，所以我不建议恒远单独接下项目，而是和安捷物流做资源组合。你连我们的搭档都找好了。这样一来，是恒远、安捷和项目方的三赢。顾氏与安捷关系深厚，两家合作，恒远拿仓储，安捷负责冷链，周氏降低对裴氏的依赖，三赢。我回去立刻安排核算。你太太可真不是来撑场子的吉祥物。她从来不是。安捷回话了，约时间详谈，至少周氏项目有替代方案了。今天你谈得很好。周总评价这么简洁，没诚意。逻辑清晰，谈判节奏稳。宋总到后面全是被你方案吸引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周先生，你放了多少酒娘？菜谱上写适量。所以你直接倒了半碗。可能多了一点。失败了。倒也没完全失败，至少排骨是熟的。酒娘减半，不放糖，收汁缩短，下次改。好，下次我继续试吃。妈，我看到裴世南的公开致歉信了，他承认了民政局退号是他主导，也承认了他纵容朋友羞辱我们。叔叔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道歉是他该做的，但接不接受是我的事。能见一面吗？最后一次，地点你定，公开场合。你想见他？想。这件事，我想自己去亲手收尾。我送你过去，在外面等你。你不介意？顾明书，你不是去见旧情人，
而是去给旧关系画上句号。我介意的是你被迫独自承受，而不是你的过去。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。我喜欢爱你外套围明叔，坐吧，有什么话直接说。你现在连寒暄都不愿意给我，我发道歉声明不是为了逼你原谅。直到你真嫁给周慈，我才发现，我不是失去了一个爱作闹的你，而是我亲手把你推走的。我看了那些群聊，以前我觉得是朋友嘴碎，现在才明白，那都是因为我的纵容。对，是纵容，不是梅兰，是纵容。明叔，对不起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道歉只能作为过去的终点，不可能开启我们的未来。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？没有。裴世南，我不是突然不爱你，在每一个我为你流泪、受委屈的瞬间，你都在把我推远。你看到的只是积累到爆发后的结果。我明白了。以后不要再联系我，也不要打扰我妈。祝你余生都好。美好爱情，我就爱这样贴近，因为你。回家。回家。周慈，裴石南道歉了，我接受了。你不问点别的？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，不想说，我问了也是增加压力。他说他知错了，知道我是在无数次失望后才走的，但我绝对不会回头。我知道。你这么确定？你今天去见他，只是需要一个正式的道别。我接受道歉，不代表我原谅了他，更不代表原谅了曾经受到的伤害。我明白，接受道歉只是承认你听到了，不代表要抹平伤害，更不代表要重新给他进入你生活的资格。周慈，你会介意吗？介意我以前那么认真的爱过裴世南？介意。我介意你以前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却没有一个人好好保护你。我也介意，你明明受了伤，还要先替别人找借口。周慈，至于你爱过谁，那是你人生的一部分。认真爱一个人，不该成为被优辱的软肋。晚上想吃什么？回家吃吧。周先生，热个汤而已，不用这么严肃吧？今天你说了想回家吃饭，我总要让你吃口热的。新婚快乐，以后不会打扰你了。多吃青菜，健康。备忘录更新了？新增一条。什么？周慈喜欢吃热饭，不吃别人剩下来的坏情绪。这条很准。再看上面的字也不会自己减少。周慈，我怕明天出错，走位、敬酒、致辞，还有万一席间有人提起裴石南。你说，你又在替所有人负责情绪了。周家是大户人家，顾家那边也有不少亲戚要来，我不想让你和妈因为我难做。我妈不会，我也不会。你觉得哪一步会让我们难做？我怕人家议论，说我不配做周太太。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都满意的周太太。那要是我明天依然紧张，在台上出丑呢？
紧张就死死握着我的手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如果我以后还是会像现在这样胡思乱想，总是很不安呢？不安就说出来，我不怕你麻烦，更不怕你反复确认。我连排骨都能学3次，听你确认几遍流程不难。你这是在拿排骨安抚我吗？现在把这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部分全部划掉。迎宾半小时太久，缩短到10分钟。敬酒不用烛桌应付，只需主桌和长辈桌。等等，抛捧花的环节能不能也划掉？我不想看着一堆人抢。好，抢来抢去的确实没意思。还有司仪要拷问恋爱经过的环节，本来就不该有。我们的经历，凭什么要抛不开给别人看？简单一点，你舒服，我也省事。明叔，明天你只管负责漂亮，要是哪个亲戚敢让你不痛快，妈当场替你收拾。不用好好表现，睡着就行。我妈比我还积极，你现在有最大的靠山了。我看到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我的新娘。妈，怎么准备了这么多？不是说简单办一下吗？傻孩子，我女儿出嫁，妈妈不能真的让你寒酸。这里以后放你和周慈的照片。其实这些东西你和裴石南谈的时候我就准备过，那时候我天天睡不着，总怕我给的少了，裴家会更看轻你。妈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妈妈现在不是拿嫁妆去求别人对你好，是体体面面的送你出嫁。对不起，妈，以前让你跟着我受委屈。你能清醒的走出来，比什么都强。领证那天，周慈带着一身伤进来，我说报警，他却拦着我，说大喜的日子不想扫兴。我那时候就知道，这孩子靠得住，他知道怎么护着你，也懂怎么给家里留体面。周慈，这些你看一眼，不是让你管，是让你知道，顾家是给叔叔撑腰的。妈，我会尊重您的心意，更会照顾好明叔。不用跟我做这么满的承诺，记住，让他吃热饭，天冷了别由着他穿那么少就行了。明天把他好好带回来，也好好带走。妈，您放心。穿上永恒的白色婚纱，爱情有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白色4种颜色，会画出恋爱中周慈，绚烂的世界。明天我爸的那张照片能不能放在家属席的第一排？我已经让人在第一排准备好位置了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妈昨天提了一嘴，我记下了，那是咱爸的位置，才会看见你出嫁。妈，你今天都哭3次了，妆都要花了。我这是高兴。顾小姐，周夫人怕您仪式前饿着，特意送来点心，替我谢谢妈。就是他吧，跟裴家那位纠缠了3年，领证当天就转嫁给周慈，真够有心机的。周慈也是太心软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拿周家当接盘的退路？明叔，别多心，我们也是替周慈考虑。在我婚礼当天挑拨离间，这也叫替周慈考虑。
你这孩子，说话别这么冲。我只是好意提醒，嫁进周家就安分守己，别再跟前任拉扯。男人都要面子。姑姑，谁请您来的？你妈送的请柬。怎么，我这个长辈连杯喜酒都喝不得了？请柬给我。注销这份邀请，带他出去。是，周总。周慈，你疯了！婚礼还没开始，你要赶长辈走！长辈不会在新娘的休息室门口造谣。我说错什么了？他和裴世南那些破事儿，圈子里谁不知道？今天是我和明叔的婚礼，不是谁给他开的审判会。他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嫂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是为了周慈的名声着想，他倒要赶我走。我请你来是喝喜酒，不是请你来羞辱我儿媳妇的。丢出去！嫂子，你这话就严重了。我哪里羞辱他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他以前和裴世南谈过3年，领证当天又转头嫁给周慈，凭什么不让议论？不正常。3年前，是我先同意过和顾家联姻，那时候我就认真考虑过和顾明书结婚。那又怎么样？最后他不还是选了别人？是，他有选择的权利，我也尊重他的选择。这3年我从未忘记他，但我从未打扰。领证那天，不是他临时抓住我，是我终于等到了他，愿意重新选择我。你这分明是被他迷昏了头！请他出去。嫂子，我可是周家亲戚，你真为了一个刚进门的儿媳赶我走？今天谁让我的儿媳不痛快，谁就不用留下吃饭。亲戚也一样。叔叔，别怕。妈，我不怕。我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，这不是秘密。但失败的感情不是我的污点，真心待人更不丢脸。我嫁给周慈，不是为证明自己有人要，也不是为了报复。我办婚礼，是因为这段婚姻被尊重，值得被祝福。请柬注销，礼金退回，以后周家所有家宴都不用再通知他。说得很好，比妈想的还要好。新娘，可以去彩排了吗？可以。需要我让人请他出去吗？不用，当他是空气就好。好，别分心，头发歪了。新郎新娘彩排准备开始，周先生、顾小姐，请准备入场。热恋的夏季，在晚风里，我终于遇见你，才明白爱是如此不可思议。灯光暗，音乐起，2位请入场。还好吗？如果不舒服，随时告诉我。周慈，我没那么脆弱。不知道，但我还是想问，也质问你。他是在用他的方式，一遍遍确认我的安全感。
色的微笑温柔倒映在你的眼底，海岸线了几幅唤起心动的谜题。周太太，有人送了这个礼金盒，但没登记名字，需要拆开吗？先放着，等婚礼结束了再处理。好的。叔叔，刚才那是……没事妈，彩排完了，您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？今天绝不能让无关紧要的人坏了你的心情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妈，主桌的位置我已经全部确认过，明叔父亲的位置也已经安放妥当了。谢谢。妈，别紧张。妈不紧张，妈是高兴。他的眼神好稳，看着他，我就觉得天塌下来，他也会替我顶着。这次叔叔就交给你了。妈，不是交给我，是我们一起照顾他，也让他学会照顾自己。请新郎新娘交换致辞。顾明叔，我不会要求你忘记过去，也不会让你用过去来证明自己。我希望以后你每一次回头，都知道身边有人愿意陪你把日子好好过下去。好的，不好的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周慈，我以前以为婚姻是拼命去抓住一个人，后来才知道，婚姻不是谁追着谁跑，也不是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换另一个人留下，婚姻是两个人都愿意留下。谢谢你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没有趁虚而入，而是先问我想没想好。我不能保证以后永远不害怕，但我愿意和你一起学怎么做夫妻，学怎么好好生活。现在后悔可还来得及。你花了9分钟赶来娶我，我不会让你白跑。以后也别白跑。不会，以后我提前到。礼成，请新郎吻你的新娘。周先生、周太太，这个礼金盒没署名，也没登记。是他，不用拆，我也认得出。这自以为是的低调做派。放这儿吧，辛苦。要打开看吗？不，原路退回去。如果他拒收，就匿名捐了。我不想留着他的任何痕迹。好，交给我，我让助理去调监控，保证原物归还。叔叔，怎么还没回去？脚疼不疼？今天踩了一整天高跟鞋。不疼，妈。妈，您别谢，他刚才一直揉脚踝。快换上，在我这儿不用硬撑着，累坏了身体不值当。谢谢妈。这是什么？没署名的礼盒，准备退回去。退了吧，婚礼是你们的，别让不相干的人掺和进来坏了干净。对，别让它坏了意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今天很热闹，但我最清楚记住的是周慈问我脚酸不酸，
周母特意送来的平底鞋，还有妈妈红着眼眶把我爸相片收进怀里的画面，这些充满温度的细节，才是我想要的归属。累了？累，但是很踏实。辛苦了，周太太。你也辛苦了，周先生。今天真的很完美。有什么工作的不排，我们说点自然些。好，都听你。你确定今天你要做饭？这次我有经验。周先生，经验也可能只是一次失败的总结，所以需要时间。行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去休息。明叔，生抽和倒抽哪个颜色深？老抽。好。适量，到底是多少克？你放了多少老抽？可能稍微多了一点。稍微？锅底都快糊了，周总。这锅还能救吗？很难吃？不，至少方向对了。从上次甜的发扣，进步到了这次咸的清醒。看来，记住你的喜好和真正做出来是两码事。这句话很有自知之明。有必要这么执着吗？你完全可以让阿姨做。阿姨会做，是阿姨的事儿。那你呢？我想学会。以后如果哪天只有我们两个，我也能给你做一道你喜欢的菜。他不是在开玩笑，这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实在。那我压力很大，以后要当很多次试吃员了。辛苦周太太。有补偿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明天陪我回顾家，顺便把婚礼的照片给我妈送去。好，依你。喜欢这张？很自然。那洗出来挂在客厅墙上。原来真正的新家，并不是在搬完行李的那一天形成的，它是在有人认真学你喜欢的味道，认真拼测关于你的未来时，一点点在心里长出来的。叔叔，这真是周慈在厨房里做的。妈，您快坐，汤马上收尾。小周别忙活了，做不好也没关系，妈不挑。妈，您别放水，他前2天做的确实不行，不是太咸，就是火候过了。感谢周太太客观且严厉的评价。做得真好，软糯酸甜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地道。你喜欢就好。妈，确定不是为了安慰新女婿？不许欺负小周。请顾老师复合。合格。只是合格。优秀边缘。收到，下次继续努力。叔叔，这样就很好。妈，什么很好？有人知道你累了，会让你换双舒服的鞋，这比什么排场都强。
用时间去思念，爱情有点甜，这心愿。整理我们的宝贝，要不要买个专门的盒子锁起来？好啊，明天一起去挑。明天先回顾家吃饭，妈说特意给你留了汤。下周请你妈妈过来，她想尝尝你的排骨。那我这天得抓紧练习了。周总，压力大吗？有一点，但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都甘之如饴。明天早餐想吃什么？鸡蛋三明治，少放沙拉酱。好，记住了。以前我总以为婚姻是患得患失，是反复去确认对方到底会不会留下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好的婚姻不需要追，也不需要求，它只是每个普通的明天。周此，我不再害怕明天了。